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在人间出海首秀，携银纺深谈创作幕后，全场掌声不断。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沈杰群日前在人间出海亮相第24届翠贝卡影视节官方展映单元。在展映现场，剧集导演徐天、主演赵丽颖、银纺分享了创作心得，由徐冰原创剧本并执导，赵丽颖、银纺领衔主演的《在人间》近日收官。这部剧讲述了贾小朵、赵丽颖是和徐天、银纺是在虚实交错的多样人格世界中迷失、告别，最终在爱中救赎、拥抱灵魂的故事。在多重人格的设定之下，在人间带着观众一同探索、寻找自我、接纳自我的过程。赵丽颖分享了自己对剧集和贾小朵这个角色的看法。剧集里呈现的奇幻画面和效果，是把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来。贾小朵在里面是一个很强大、很有勇气的人格，击败了其他负面的情绪，去接纳自己，拥抱自己。双引号。银纺认为，剧里不同的人格承担了不同人生阶段的创伤、缺失或执念。徐天对其他人格是不知情的，但是在饰演的过程中，还是要找到不同人格的来源。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虽然现在的都市生活非常多元多彩，人世间来来往往，匆匆忙忙，但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跟自己没有关系，内心非常孤独、脆弱，不被爱，不敢爱，内心却十分渴望爱。于是创造一个只属于他和他的世界去拥抱爱。徐天是某一类当代都市人的缩影，我们用多重人格的角度来呈现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和出口。在人间成功播出并掀起国内讨论热潮后，赵丽颖与银纺一同现身海外活动，携该剧出海进行国际首秀。这不仅是一部作品走向国际舞台的荣耀时刻，更是中国演员，尤其是赵丽颖个人艺术生涯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从一名收视女王到如今踏入世界舞台的文艺创作者，赵丽颖的转变是显而易见且令人尊敬的。而此次活动上，她与银纺深入分享的创作心得，更是将该剧背后层层叠叠的情感、心理构建、文化表达等剖析得淋漓尽致。在人间是一部复杂又深沉的作品，它并非单纯依靠剧情冲突和视觉奇观取胜，而是通过角色的心理层次、情感挣扎、意识投射来传递一种更为抽象的生存体验。赵丽颖饰演的贾小朵一角拥有多重人格的设定，这是对她表演能力的一次极限挑战。她不仅需要在镜头中迅速切换性格状态，还要在保持人物逻辑统一的基础上，诠释每一个人格背后的伤痛、欲望与本能。她曾在现场坦言，每一种人格其实都是人性的一面，我们都在挣扎于爱与伤害之间。这段话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也引得不少外国媒体频频提问：你是如何在极短时间内进入角色内核的？赵丽颖的回答简单而有力：我相信他，我就是他。双引号。而银纺此次则扮演徐天这个角色，一个看似平静却内心动荡的陪伴者。他在分享中表示，徐天其实是贾小朵的外部现实，而每一次与他的对话，也像是在与自己对话。这种抽象的表演结构，在国外观众眼中是充满东方哲思的，也恰恰体现了在人间最深层的文化内核，人在情绪与意识之间寻找自我，在破碎中拥抱完整。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现场播放的片段中，赵丽颖诠释的6重人格之一，冷静理智的思言与情绪失控的朵朵切换的那一瞬，台下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不仅是对演员的肯定，更是对中国影像表达深度的一种认可。正如有一位国际评论人所言，他的演技是流动的情绪，是表层之下的暴风雪。双引号。本剧出海不仅让国际观众看到一部优秀的华语剧集，更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演员对角色的尊重，对剧作的理解以及对表达方式的开拓。
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中国文艺作品逐步摆脱单一类型化输出，走向多维度、深层次内容输出的新阶段。而赵丽颖作为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她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在用行动证明，中国演员并不只是流量，更是文化的代言者、情感的传递者和艺术的探索者。事实上，赵丽颖在国内影视圈走过的每一步都极其稳健。从早年的陆贞传奇、花千骨，到后来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到如今的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乃至挑战精神深度的在人间，他的角色不断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未变，他对角色的信念感与沉浸感。他不是那种自带表演技巧炫技感的演员，而是通过潜心进入角色内核，默默用细节堆叠情感的剧本型表演者。这类演员在国际舞台极具说服力，因为他的表现是真诚的、打动人的，具有跨文化共鸣力的。正如赵丽颖自己在活动最后所说：“我不是在表演一个人，而是在用他的生命讲述一段存在的可能。”这句话充满文学性，但更是他作为演员信仰的真实写照。而尹昉的回答也不失哲理：我们不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在探索人可以有多少种样貌。两人的创作态度让在场观众深感敬佩，也让海外媒体纷纷表示，在人间不仅是一部剧集，更是一次文化与人性的深度对话。讨论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真正出海？答案或许正是打破地域限制的共情能力，超越语言屏障的情绪表达和深入心灵的角色塑造。而这些在人间做到了，而赵丽颖也在其中完成了自己的再一次出圈。最后，我们也想由衷地对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说一声：感谢你们一次次走进赵丽颖的角色世界，陪她一起经历人物的崩塌与重建，沉浸于那些眼泪与微笑交织的瞬间。也请继续相信，真正有力量的表演，不只是演技的堆叠，而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碰撞。愿你我都能在赵丽颖的镜头中看到自己未曾理解的情绪，也找到某种安慰。下一个角色，下一场旅程，让我们继续一起走在人间。收视口碑双赢，王一博乘以李沁乘以王阳蝶占据央视完美收官，结局震撼全场。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双引号。最近这2年，电视剧市场极度繁荣，基本上各个类型的新剧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根本没有断的时候。小巷人家、大梦归离、永夜星河、珠帘玉幕、漂白、骑士、藏海船等好剧一部接着一部，让观众看的也是目不暇接。不过谍战剧领域却显得有些落寞，不少观众甚至表示，这2年开播的谍战剧没一个能看下去的。双引号。这句话就说得过于绝对了。就说去年开播的谍战剧中，《孤舟》和《追风者》这2部剧便广受好评，尤其是《追风者》正式播出的时候，可是吸引了许多观众的喜欢。而且看剧的年龄层也从中年逐渐向青年发展，后续这部剧也是频繁被各类奖项提名，可见实力不容小觑。那么话不多说，接下来咱们就一同来将目光放在主角魏若来的视角上面，看看这部剧所讲的传奇故事吧。彼时正值1930年，魏若来刚从会计学校毕业，他的大好人生也才刚刚开始。可还没一只脚踏社会的时候，他便遇到了一件难事。虽然毕业了，但是他却迟迟没有拿到毕业证，以至于正经招会计的岗位都不要他。无奈之下，他只能去打零工。而在阴差阳错之下，魏若来遇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沈近珍。她表面上是一位温婉贤淑的富家千金，但实际上其实是我党坚定的同志。这次与魏若来相遇，也是因为他在执行任务，在任务的过程中，沈近珍不小心落入了敌人的圈套之中，好在被路过的魏若来施以援手，自己的身份才得以不暴露。而魏若来的现状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善，终于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央行的考试，于是魏若来便报名了。没想到在考试的过程中，
遇到了另辟蹊径的主考官沈图南。在笔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外面突然着火，所有人都慌了心神，只有魏若来镇定自若，不仅完成了考试，还救下了在场的所有人，并且避免了油罐爆炸危险事故。在此过程中，魏若来临危不惧的模样吸引了沈图南的注意。不过魏若来的入职道路并不成功，可是他最终还是凭借自己坚持不懈的毅力，成为了央行的一位职员。在工作的过程中，魏若来充分地展现出了自己对金融方面的天赋，并且得到了沈图南的看好，他也就跟着沈图南学习。在越来越靠近金融中心的时候，魏若来也发现了军统金融领域的黑暗，这让原本就十分正义的他心中十分纠结挣扎。面对这种情况，魏若来究竟应该如何改变现状呢？接下来的剧情咱们这里暂时不过多剧透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到剧中了解。不过这部剧除了剧情之外，演员阵容也是相当的精彩。剧中饰演男主角魏若来的便是如今娱乐圈中的当红演员王一博了，他的演技在同龄小生之中也是佼佼者的存在了。在这部剧之前，王一博在电影《无名》中的表现就十分精彩，这部电影的口碑和票房都非常不错。在这部剧中，王一博将魏若来从懵懵懂懂到历经磨难之后成为我党信念坚定的同志的转变表现得非常好，让人印象深刻。另外，除了王一博之外，整部剧中另外一个亮点就是饰演沈图南的王阳和饰演沈近珍的李沁之间的对戏了。两人是兄妹，却因为信仰不同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兄妹两人的对戏之间充满张力，也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谍战英雄自央视完美收官以来，网络上的讨论热度丝毫未减，尤其是王一博、李沁、王阳三位主演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这部38集的谍战剧不仅以其紧凑的剧情和充满张力的叙事吸引人，更因为主演们的深刻演绎和制作团队的用心打磨，成功实现了收视与口碑的双赢局面。特别是在当前影视作品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这样一部聚焦家国情怀、信仰博弈与人性深处的谍战剧，显得尤为珍贵和令人动容。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一位年轻的潜伏者，表面上是身份模糊的中间人，实则内心坚定，步步为营。他的演技在本剧中实现了突破性的成长，特别是在一些无声胜有声的细节表现上，他以眼神、微表情、身体语言传递出角色情绪的多重层次，甚至在一些高压场景中不动声色地完成心理博弈的转场。这种极简式的演绎方式收获了大量专业剧评人的赞赏。从曾经以偶像标签被关注，到如今在正剧领域崭露头角，王一博以扎实的努力和对表演的专注，证明了自己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在一步步稳扎稳打的成长为有厚度、有力量的演员。李沁在本剧中的表现亦可圈可点，她所饰演的角色集坚韧与柔情于一身，是典型的时代女性缩影。在剧中，她既要应对身份的复杂转换，又要面对身边人的牺牲与背叛，每一个哭戏都不是为了博眼泪而存在，而是以人物逻辑为基础的自然流露，情绪浓而不烂，层次丰富，让人心碎又敬佩。他与王一博在剧中的对手戏尤为出彩，两人之间那种知而不言的默契，赋予了这段潜伏恋情更多沉重的时代感与宿命感。王阳的加入则给整部剧增添了厚重感。他所饰演的老牌情报员在剧中可谓是一位精神坐标，既是年轻人信仰的引路者，也是时代的见证者。他演技沉稳老道，每一个眼神都蕴含深意，特别是在面对背叛与牺牲时的克制与隐忍，让人感受到真正老戏骨的魅力。他与王一博、李沁的新旧交接式的互动，也令观众看到代际之间的张力与传承。除了演员阵容出色之外，剧本的扎实与制作的精良，也是该剧口碑逆袭的关键。剧情方面，谍战英雄没有简单的套用传统谍战模式，而是融入了更多现实主义关怀与人物心理深描。
导演在节奏把控上表现出极强的控制力，紧张中有缓冲，悬念之下有温情，尤其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反转设计，常常让观众在情感上经历巨大波动。观众不是单纯在猜谁是内鬼，而是被人物命运牵引，沉浸其中。从美术到服化道，本剧亦堪称一流水准。灯光的冷暖运用，场景还原的历史质感，以及置景中的细节考究，都让人身临其境。尤其是在高压环境中的地下情报站、秘密据点等设置上，每一个镜头都仿佛是现实与历史的重合，令人感叹剧组的用心。音效与配乐的衔接亦恰到好处，不做作，不喧宾夺主，而是静静地烘托情绪，在许多观众不经意间完成了情感推进。在剧集结束之后，网络上大量观众自发组织重温、二刷，甚至剪辑人物混剪视频与评论分析短片。从热搜话题王一博、李沁、王阳收官演技到 B 站高热度讨论区，无不体现出这部剧所引发的文化共鸣。很多观众留言，这样的谍战剧是对信仰的致敬，对演员的致敬，也是对我们历史的再一次回望。也有观众坦言，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心理战。双引号。而对于王一博个人而言，这部剧的意义尤为重大。它不仅是他演技突破的转折点，更是他从流量标签到实力担当转化过程中的里程碑。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表示，演戏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信仰、责任和牺牲，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这种对角色的尊重和对表演的敬畏，正是当代青年演员最稀缺也最可贵的品质。如今谍战英雄的完播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但它带来的思考与感动却将长久存在于观众心中。正如一位剧评人所说，这不是一部靠大场面赢得口碑的剧，而是一部靠细腻打动人心、靠信仰支撑角色、靠真实叙述历史的作品。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谍战并不总是惊天动地的爆炸或枪战，而是一个眼神、一句暗语、一次牺牲的静默。那些未曾被历史记住的名字，才是真正的英雄。在此，也想借此机会向所有观众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如果你尚未观看这部剧，请给他一次机会；如果你已经追完，请为他鼓掌，为那些幕后默默付出的创作者喝彩。影视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声。而谍战英雄正是这样一部能够引起我们思考、感动我们内心的作品。对王一博而言，这部剧或许只是他演艺旅程中的一战，但这战熠熠生辉，照亮了他未来更广阔的道路。希望他能带着这份沉稳与热情，在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中继续挑战自我，也希望更多年轻演员能以他为榜样，不断突破边界，打磨技艺，为中国影视注入更多真实与灵魂。未来可期，信念不息，愿每一位怀揣热爱的人都能在岁月长河中留下属于自己的光。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